票房成绩背后是幕后人员5年的倾情奉献。从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到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，主创团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日前，导演饺子在做客蓝宇会客厅时表示，他将每一部作品都当成最后一部来创作。这一次我们就尝试了更多、更复杂、更难的挑战。能逼到什么极限是什么极限，你不试试，你怎么知道你多能干？我愿意挑战更高的难度，不断地跨出自己的舒适区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的导演饺子，这里给大家拜个年了。哪吒，好久不见呐！那第一部的时候，伴随着票房不断的刷新、不断的突破，应该是达到了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票房成绩，是吧？那个时候自己的心境有什么样的变化吗？这是动力，也是压力啊。同时就会诞生出焦虑来了，因为第一部我们是不被期待的情况下，才能够给观众带来惊喜。下一步既然有这么厚重的期待了，这是一个负担，同时它就是鞭策我们前进的动力了。所以我们第二部把要求拔得这么高了，也是希望做到自己的极限。哪吒，你战力非凡，定可当平有功。那第二部当中喜剧的部分都是你自己演的吗？基本上吧，当然还有配音演员，我有一部分是预配了。但配音演员也给了我很多刺激。那你这次有配什么角色吗？因为第一部的时候有参与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土拨鼠老大被打到鼻子的那一下。我们来试一下。是因为配音演员老是不懂我要什么感觉，我是觉得那一下喜感很重要。教了很多遍呢，反正想大家就算是我来配，大家也区分不出到底是不是原来的配音演员，所以我就上了。还有一些都是插科打诨的，就一些非常简单的，一些类似于对气息的配音，专业的说法哈，就这种，这些都算是气息，这些也是气息。金刚棒，怎么配？你玩玩。这点罪又算什么？为什么做了一个哪吒也会有容貌焦虑的一个设定？你说这内心要强大到什么份儿上才能够完全不管别人的评价？哪怕哪吒一当中他跟敖丙说出来的那句话，别人的看法都是狗屁，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，这是爹教我的道理。但如果说他就这么说了，就完全这一辈子这么践行的话，这人其实不真实的。有过这种亲身经历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触。哪怕我今天立了这个 flag， 但这人性真实的人性是复杂的，如积毁销骨嘛。就哪怕都说你错的说多了100遍，你就慢慢的会开始自我怀疑。所以哪吒他一定会经历这种真实的内心的过程。我们不能让哪吒脸谱化，不能让他成为一个虚浮的喊了口号了之后一个漂浮的人物，那太假了。操碎了心，渣儿，你一定要活下去。来看看一些这个角色的设计图啊。太乙真人其实原先我设计的时候，本来就想既然固有的思维，我们是看到的是仙风道骨的一个瘦骨嶙峋的一个老人，我就反过来嘛，因为哪吒既然都是反过来整的，那我太乙也反过来整啊，他原来瘦。我就整胖点嘛，达到动画师能够调出流畅动画的极限。虽然有点婴儿病，但也掩不住我逼人的帅气。飞天猪，这个也是太乙真人那个创意出来了，我们就理所当然的，原来做的仙鹤，那仙鹤呢就干脆改成猪了，2个要胖就胖一起嘛，而且也契合了哪吒一当中的一个梗。它能根据主人的特质变成不同的坐骑，在你那儿它就变成风
那在你那儿咋就是头猪呢？既然是太胖的属性，那么到他的身上投影出来就成猪了。哪吒既然是这么火爆的脾气，然后风风火火的，投射到他的身上就变成风火轮了。然后再来看看这个申公豹。申公豹其实这设计我们第一部的时候，有一个遗憾，因为我们本身让他雷公鞭是从他的这身上这些装饰的刀片上，从他身体上剥离，然后汇聚成了他的雷公鞭。我们第一部其实本来我们在做开场动画的时候，他第一幕去捕捉混元珠的时候就会展现出来，但当时由于跟外界的动画团队磨合，实在时间成本担不起了，最后没有完全把我的想法给呈现出来，没办法，只有舍弃了。我们第二部才终于把这个遗憾给补齐了。大家可以看得到，第二部它的雷公鞭升级成裂空雷公鞭的时候，是他身上这些铁片逐渐的汇聚出来，成为了他的武器，然后剩下的就只有衣服上的暗纹了。全体成员，讨伐龙族。土拨鼠也讲一讲吧。土拨鼠是因为我去川西旅游的时候，就看到了一些土拨鼠，然后同时也看到了网上它一些视频，我就觉得这个蠢萌的状态挺好玩的，自带卡通天然的这种喜感属性。原先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，一开始还更把它进行了一些卡通化的一些夸张，后来我觉得味道都不对，后来也是进一步的还原。还原的更接近于土拨鼠原先的造型了，只不过我们变胖一些，某些地方在做一些细节的优化，它这种卡通属性已经跃然于纸上了。还是收你们来了。曾经我看过你说过关于国漫崛起的自己的一个想法哈，现在有什么样新的思想上的转变吗？对于国漫崛起的认定？我觉得这几年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，我觉得这个趋势是一定存在的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。而且这个过程当中，大家互相打气，彼此都看得到对方做出优秀作品，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够不断的刺激自己，进一步的去寻求突破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人类的天才都是一波一波出现的，如果只有一个是孤木难撑的，这正好这么多人一起齐头并进，我觉得挺热闹的。我们只能努力做到自己的最好。新高度，我们从来不敢这么去评价自己，因为这样就会陷入就飘了之后就不努力做了，永远都没有真正性的高度，只有更好。就每一部作品都得当做自己这辈子做的最后一部作品，不能给自己留下突破的可能性，然后再下一步再去想怎么突破吧。让这天地之间再无人阻挡，在青春日记传达无尽的夜，让所有